边缘战场的版本之王，来自东亚共和国的高达登场。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ame Astrace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ATFJ108，雷轰高达是来自于东亚共和国的民间军工企业富士山社于 CA73年期间开发的一款机动战士高达。当时受尤尼乌斯7条约的影响，使得各国装备机动战士高达的数量规模都有相应的具体数值进行限制。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地球联合与另一家军工企业开展了阿克太昂计划。该计划将上一场战争投入使用的高达再进行深度开发，提升性能，这样在数量被限制的条件下，通过提升质量来获取优势。除了阿克太昂计划之外，地球联合还发起了另类强袭装备的项目。该项目是以强袭高达一型为基础，对机体和原强袭高达的配套装备进行深度开发。而由这个项目发展出来的机型，正是左边这个名为雷轰高达的新型机。从外观上看，跟右边的强袭高达一型相比，雷轰高达大体上与原强袭高达比较相似，虽然外表有差异化的地方比较多，但基本都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改动。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那就是雷轰高达的开发企业富士山社在开发机动战士上的技术能力比较弱。原先这家企业只是零部件的供应商，其最近参与的项目还只是宇宙霸王这样一个 MA， 完全没有独立开发的经历。直到2年前地球联合与奥布爆发战争时，富士山社抓住这个机会，接收了一部分从奥布逃离的相关技术人员后，这才开始具备了一定的机动战士研发能力。不过富士山社总体的技术实力还是十分薄弱，使得另类强袭装备项目进展的并不顺利。只有在得到了阿克太昂公司的技术协助后，这个项目的开发进度才得以加快，因而这架雷轰高达终于开发完成，投入使用。相比作为参照开发的强袭高达，雷轰高达在外观上的变化有一个比较令人感到违和的地方，那就是头部口罩这个位置有一将散热口的轮廓做成了富士山的形状，功能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仅仅突出一个代表公司形象的象征意义。然后就是手腕部分进行了调整优化，优化以后的手臂与自由高达的手腕趋同，包括腿部部分也进行了微调，跟原来的强袭高达相比，主要体现是整体上要更加纤细一些，而裙甲、膝盖和脚踝等位置的部件进行了更换，其造型上跟强袭高达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肩胛位置则比强袭高达多了个喷嘴，这个对雷轰高达调整姿态和提升速度十分有利。而在防御上，雷轰高达延续使用了强袭高达一型的 VPS 装甲，防御水平与同时期的扎夫特次世代高达相当，并且跟脉冲高达一样，使用不同背包后机体的颜色也会跟着改变，这个是 VPS 装甲的特性，根据不同战斗调整电压输出，以此改变 VPS 装甲的强度，从而提高 VPS 装甲对电能的使用效率。为此，雷轰高达准备了3种背包来应对不同战斗的需要进行选择使用，其中一个是名为意境型强袭的背包，该背包是基于强袭高达的空战背包改进而来，但不像强袭高达那样大气层中不具备长时间飞行，仅具有长距离滑翔的能力。而雷轰高达将空战背包的机翼进行了放大，并增加了舵面对机动性能进行了加强，使得雷轰高达装备意境背包后具备了飞行的能力。额外在机翼上还增加了2个外挂点，外挂点可以加挂导弹或火箭弹发射槽，用来提升雷轰高达的火力打击能力。这个在地球联合军中同类型的机动战士当中均已经普遍装备使用，剩下的武器就是原空战背包的2把光束剑和1把右手携带的57毫米口径高能光束步枪，这些都是强袭高达的装备没有进行更换。还有防御用的抗光束盾牌，也是强袭高达的装备没有变，基本上意境型雷轰高达在武装上没有多少提升。还有强袭高达上腰部位置的折叠小刀，在雷轰高达上仍继续装备使用，携带的数量仍为2把，但收纳位置挪到了手臂上，如果不需要携带的话，可以将其卸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收纳折叠小刀的部件其实是个小型盾牌，可以在接近战中发挥防御作用。而接下来的第2个背包装备是名为圣剑型强袭装备，该型背包装备对应的是强袭高达的剑装背包。该背包最大特点是使用巨剑作为主要攻击手段，在对付战舰之类的大型目标拥有极佳的效果，所以同类型的圣剑型强袭装备也是如此。其主武器配备了1把枪刃改对剑刀，这把武器为了方便高度不足的机体携带，在握把和剑身这个位置可进行弯折，这样在地面的时候过长的刀身不会影响到机体机动。另外还有1把卡拉德波加巨型光束剑，这把武器跟普通光束剑一样，武器结构只有剑柄没有剑身结构，通过输出光束来形成刀刃。虽然2把主武器一般是双手持用，
但可以像双刀流那样，双手各持一把武器进行战斗，但这样操作难度较大，不容易熟练使用，这对驾驶员的技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两个手臂上的部件延续了舰装背包的设计，也是将攻击和防御功能综合到了一起。其中左手臂的武装是铁装甲改火箭矛，作用跟原来的一样，发射出去以后可以抓取对方的机体，但体积要比原来的大，使得攻击命中几率有所提升。而右手装备的是米达斯王刃改光束回旋镖，原先这个部分在强袭高达上是安装在左肩上，现在圣剑型雷轰高达将其挪到了右手臂上，这样左手在拿取光束回旋镖时比原来要方便。还有光束回旋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威力与原来的差别并不大。而最后的背包装备是名为预炮型强袭的背包装备，相比前面两个蓝白配色为基调的背包，预炮型强袭背包在装备了以后，机体的外观颜色就会变成深绿色，与前面两个背包的颜色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另个比较大的区别是武装上的配置，没有选择延续炮装强袭高达的设计，大多参照了暴风高达和灾厄高达的武装，全新设计了这套预炮型强袭的炮装背包装备。只有一把主武器卡利迪斯改超脉冲光束炮，是在炮装高达的超高能脉冲炮上改进而来，输出的火力比原来的提升了很多。虽然对要塞级别的目标有不错的打击效果，但与之相应的耗能也跟着提升了不少，因此在作战的过程中需要谨慎使用。而另一把主武器是王者之路改穿甲火箭炮，从名字上能够看出，这把武器是在灾厄高达使用的火箭炮基础上改进而来，其武器的外形发生了较大变化，携带方式由手持变成了肩扛，还能发射有等离子包裹的高能弹药，使得这把武器的火力打击能力比原来增强了不少。最后一个武装是8连装的导弹发射装置，这个是沿用了暴风高达的武装，可以一次齐发，加强火力打击效果，可作为末端防御手段来承担一定的区域防空职能。除了3个背包的武装之外，机体本身还有近防武装安装在头部，一共是4门 M2M5 型惊魂式12.5毫米口径的近防武装，主要用来打击人员或轻型装甲目标，也可以发起弹幕用来防御来袭的导弹。而剩余的其他功能基本都延续了强袭高达1型，包括操作系统方面应该也是如此。目前已知的信息就是雷轰高达在完成开发后，就送到了东亚共和国的地球联合军进行了测试。这参与测试的人员当中，就有卢卡斯·欧唐纳和丛云和，他们2个在驾驶雷轰高达了以后，均给予了雷轰高达比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卢卡斯在驾驶了以后，直接就产生了夺取雷轰高达的念头。这个原先隶属扎夫特的调整者驾驶员，在一场战斗当中故意战败，被地球联合军俘虏。在这之后几经辗转，当了富士山社的测试驾驶员，但富士山社并不放心将机体直接交给他进行测试，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个项圈炸弹，一旦发现卢卡斯图谋不轨，就引爆将其炸死。不过最终没有发挥作用，卢卡斯还是找了个机会秘密拆掉了这个项圈炸弹，让富士山社的防备落了空。于是当雷轰高达送到东亚共和国密林保护区的时候，卢卡斯便开始寻找机会抢夺雷轰高达。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密林保护区是东亚共和国和扎夫特进行交战的地方，由于这个地方在双方的战略上并不重要，使得两方之间的战斗陷入了一种为了打而打的状态。渐渐的，双方各自为了减少战斗损失，都对战斗的烈度进行了降低，甚至各自都还找了佣兵组织来代替自己的正规部队进行战斗。而从云和就是地球联合军找过来的佣兵组织，作为对手的扎夫特则雇佣了另一名战斗调整者死，而这个名为死的人员之前有介绍过，他一到密林保护区时就袭击了当地居民克洛伊诺瓦雷的营地，所以算上当地居民的势力，密林保护区已经发展成了3方混战的局面。后来死又袭击了地球联合的基地，结果遭遇到了卢卡斯，并发生了战斗。虽然这场战斗并没有分出胜负，但见识到对方战斗水平后的卢卡斯便开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向死传递了雷轰高达的信息。没多久，死便迅速夺取了雷轰高达。接着卢卡斯脱离地球联合军并成立了第4军，然后以第4军的名义开始吸纳周围一波逃兵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个里面的成员就包括了死，所以卢卡斯也就由此开始驾驶雷轰高达，率领他刚成立的第4军开始活动，其所到之处可谓是势如破竹，一度还成功夺取了扎夫特的基地。但是好景不长，地球联合与扎夫特共同向卢卡斯发动了反攻，很快就被从云和驾驶的一端高达蓝色机3型逼入了绝境。就在他第4军其他的成员纷纷被击败或投降的时候，
卢卡斯最终坚持不住，败给了丛云河，于是自己驾驶的雷轰高达被击破，而他自身也因此失去了性命。这场由卢卡斯创立第4军引发的混乱便到此结束。